这两个方案都很不错，相较而言，美丽 Online 更能让人看到它的功能性，以及对秀我用户需求的延展。美丽 Online 是一个好项目，但作为 SG 最重要的项目，我认为闺蜜星球更合适。石总，就这么决定了，散会。现在大家手里拿着的，就是我们运营部进入复赛资格的两个方案，分别是由美琪和夏妍完成。这两个方案我和薛总都已经看过了，今天来开这个会，主要是想听一下大家的意见。美丽 Online， 这是一个主打时尚女性的闲置物品交易平台。对，我在做方案之前，对女性化妆品相关做过市场调查，因为网红效益。女性在购买化妆品和护肤品的时候，越来越倾向于网上做好功课便直接下单。但是由于每个人的肤质不同，适合大家的未必就是适合自己的，所以就会出现假制蜜糖、以致砒霜的情况。那么问题就产生了，化妆品一旦拆封使用过，就没有办法退货，花了钱囤了很多根本用不上的护肤品。可是现在二手交易平台那么多，大家都可以在上面置换自己的闲置化妆品。你的提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？所以，我们美丽 Online 最大的亮点就是，我们将推出最强鉴定团，我们将提出存疑的化妆品、护肤品、奢侈品，进行免费的鉴定。如果大家对美丽 Online 没有任何疑惑的话，我们来聊一聊闺蜜星球。社交软件，现在市面上的社交软件不是已经很多了吗？的确，现在市场上的社交软件并不少。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要放弃这一块，相反，这正好认证了市场的需求。如果我们可以挖掘垂直领域，抓准细分用户，我觉得值得一试。普通的社交应用已经囊括了所有的用户层，我们还有深挖的必要吗？所以，我们就要在功能上进行创新。我是网易云音乐的深度用户。平时听歌的时候，我就喜欢刷评论，可以分享听歌感受的平台有那么多，为什么还有大批的用户喜欢在网易云音乐上面刷热评呢？因为同好聚集。对，同好。只有在这里，你可以找到跟你在同一个深夜聆听同一首歌的人，感受共鸣。聚焦闺蜜，一般的好友圈功能还不够吗？如果是想打造全民闺蜜的话，的确不够。女生在一起平常讨论的会是什么？就是分享。大家喜欢分享最新的口红色号、最新买的衣服、最近的感情观、爱情观。她们可以通过6人定律构建起自己的一个星球，这也就是闺蜜星球这个名字的由来。秀我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女性时尚购物平台了，还有必要花大力气去做社区吗？相比较而言，我觉得美丽 Online 更适合秀我接下来的发展。可是闺蜜星球如果真的做出来了，一个庞大的社区流量对秀我的作用可是没法比的，而且还能大幅提升秀我的用户粘度。你看网易云音乐不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吗？可是美丽 Online 同样可以引流啊！现在大家2份方案都已经看过了，你们觉得哪个更好？我觉得闺蜜星球吧，虽然挺有想法的，而且看上去生活、音乐各个方面也包容的挺多的，但是就是想法挺好。石总，你觉得呢？这两个方案都很不错，相较而言，美丽 Online 更能让人看到它的功能性，以及对秀我用户需求的延展。美丽 Online 是一个好项目，但作为 SG 最重要的项目，我认为闺蜜星球更合适。石总，就这么决定了，散会。这个提案我已经和管理层开会确认过了，项目是你提出来的，就由你从头开始负责。给你5个人的名额，
组建自己的团队，任你自己选。以后关于闺蜜星球的任何事情，可以直接找我。我怎么？没信心啊？不是。2天的时间和产品组把细节讨论出来，尽快进入开发阶段，能做到吗？能。加油！这么快公告就出来了？什么公告？夏言的闺蜜星球定下来了。这么快就定下来了？刚才徐总和薛老大差点吵起来。谁吵起来？就因为这件事吗？薛老大还是觉得你的方案更好，可徐总坚持要开发闺蜜星球，说是美丽 Online 可以作为补充内容加入到秀我新的3.0版本中。可是闺蜜星球涉及到 SG 时尚事业群下阶段的资源整合，必须马上开发，这点啊，没得商量。那还说什么了？我听总经办的人说徐总当着董事长的面立了军令状，他个人对闺蜜星球负责，说是闺蜜星球上线1个月，一定会做到注册用户过1000万。新的社交网站啊，1个月就要达到1000万，这也太狠了吧！就是嘛。总监，徐总那边让我挑5个人，我想问一下你的意见。徐总已经跟我说过了，以后你的事情直接向他汇报，不用问我。可是有些同事他们手头有要紧的工作，我怕突然抽走了会给总监你这边带来麻烦。就算有麻烦，那也是我的事，你不要自己的团队还没有建立好，就开始操心我。好，我明白了，那我先出去了。把门带上。产品的细节我和同事们已经梳理出来了，还有闺蜜星球项目组的小组成员名单也拟定好了。艾米也入选了，你自己点的兵，自己要负责带好。我会的，谢谢你。最近这个词儿出现的频率是不是有些高了？我反而觉得有点不太适应。谢我什么？方案啊，谢谢你的肯定。不让一份有价值的方案被埋没，是我的职责所在。至于它的价值要怎么体现，还是得看你自己。如果你要谢我的话，我是不会拒绝的。只是我这个人比较实在，这上嘴唇碰下嘴唇，轻飘飘的2个字，对我毫无意义。我今天早上刚给你打过钱的。昨天晚上项目奖金刚发下来，今天早上我就收到了2万块钱转账。这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我在徇私，故意让你拿到这笔钱，好早点还债呢。剩下的钱，我会尽快还的。你自己安排好吧。我要是总收不及的话，你肯定又要以为我意有所图。徐总，这次是我意有所图。运营部的末位淘汰制，可不可以考虑取消啊？理由？运营部有很多项目需要团队的协力才能完成得更出色。这种制度虽然加强了竞争氛围，但总给员工一种身后有狼在追，不得不全力奔跑的危机感，搞得员工之间都有所忌惮，不得不藏死。比如呢？比如，我身边有的员工最近可能陷入了项目的瓶颈期，而我正好想到了一个好点子，但这项目呢又不是我的项目，那你说我是出手相助还是视而不见啊？反正他完不成任务，正好解除了我被淘汰的危机。那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选？我怎么选不重要，大家怎么选才重要。末位淘汰制虽然筛选留下精英，但是整体的办公效率不一定有所提升。
可是这个方案是薛总监提出来的，而且已经实施了1年。不过，你的方案我会考虑的。好，那我先出去了。等一下。不是给你个人的，这是闺蜜星球项目组每个人1张，公司2个月的食堂饭卡。接下来会有很长一段时间要加班，算是公司一点小福利，拿着吧。我和我的小团队会加油的。